千年前，《道德经》中的一句话竟与现代科学家发现不谋而合。老子千年前就曾看透宇宙终极真相。最令人细思极恐的是，《道德经》中还暗藏一个恐怖预言：人类最终的结局或许早已注定。书中到底藏着什么隐晦预言？与现代科学又有何关联？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人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宇宙又是如何出现的呢？这个问题自从人类学会思考之后，就一直困扰着我们。科学家们虽然见识广博，但受限于人类目前的科技水平以及我们的活动范围，也很难证实宇宙的起源。不过，科学家们却通过一些局部的科学现象，在摸索和推断宇宙的形成。比如，科学家们发现，我们观察到的那些星系正在一点点地远离我们，这或许意味着宇宙还在不断地膨胀。所有天体都在高速向远处行进。再比如，科学家们发现宇宙中存在一种神秘的天体，其每立方厘米的体积密度就高达20亿吨。这种天体拥有超强的引力，连光都无法从中逃逸。这种天体被科学家称为黑洞。通过这些局部天文发现，科学家们将它们结合在一起，逐渐搭建出了一个相对科学的宇宙观。他们认为，这个世界原本是一片虚无，什么都不存在，是完全混沌的状态。而在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虚无世界中突然出现了一个起点，这个起点的体积无限小，小到我们拿显微镜可能都看不到。但同时，这个起点的密度却无限大，大到相当于把宇宙中所有的天体和物质压缩到一点。起点出现后，不知道持续了多长时间，突然有一天，起点内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或许是能量失衡导致起点发生超级大爆炸。就这样，无数物质和能量喷发出来，形成了如今的宇宙。直到今天，这个爆炸的余威还在继续，宇宙依然在不断膨胀中。这就是科学界的宇宙大爆炸论，也是认同最多的一个理论。不过，即便是最科学的理论，其中也充满了玄学色彩。比如，虚无中突然出现一个起点，比如体积无限小，质量却无限大。这些事情真的能在现实中发生吗？其实，古人研究的道也给出了相同的解释。在《道德经》中有段话说：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”这段话的意思是，有一种东西在我们的天地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。这个东西是一片虚无，一直在虚无中循环存在，它是宇宙万物的母亲。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叫什么，所以我们就用道来称呼它吧。《道德经》中同样认为，宇宙最初是一片虚无，而在虚无之中有一个神奇的存在，它是宇宙万物的母亲。这个东西就是道。道生万物，就相当于科学家口中的虚无中出现起点，起点爆炸后生出宇宙万物。2000年前，老子对宇宙的认知竟然和现代科学家们对宇宙的认知如出一辙。很多人认为老子口中的道太玄幻了，但科学家们论证的宇宙大爆炸难道不玄幻吗？实际上，这还不是最玄幻的地方。最玄幻的是，有人认为我们所在的宇宙只是一个虚拟世界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《道德经》中的恐怖预言在今天与科学发现出现惊人巧合，我们的宇宙或许真的只是一个虚拟世界。老子千年前便已经在《道德经》中透露了人类的最终结局。前面我们提到，道是这个宇宙的本源，宇宙万物都是由道而生的。那么什么是道呢？老子认为，道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完全理解的东西，它太大太广了。有人认为自己悟到了道的真谛，但其实只是看到了道的一角而已。不过老子毕竟是2000年前的人物，以他的角度和见识，认为道是无法被参悟理解的。但2000年后的现在，我们是否可以找到一个角度来把道描绘出来呢？于是无数人经过想象、论证和思考后，发现老子口中的道竟然和我们的电脑程序非常相似。老子说，道产生了宇宙万物，而电脑程序则产生了无数的应用程序，比如无数的虚拟游戏世界。那么有没有可能，我们如今看到的世界就是一个虚拟的游戏世界，而这个世界就是由道这个电脑程序创造出来的呢？我们可以对比一下，道和电脑程序有哪些相同之处。首先，两者都比世界出现得更早。在我们天地出现之前就有了道，而在虚拟游戏世界出现之前就有了电脑程序。其次，道是一片虚无，没有形状也没有声音，而电脑程序同样是虚无的，是没有形状和声音的。最后，道是独立、永恒且循环不息的存在，而电脑程序同样独立于虚拟游戏世界，不会受到游戏世界的任何干扰，同样也能循环运转。
从这3点来看，道和电脑程序的确惊人的相似。所以有人认为，或许我们这个宇宙就是一个虚拟游戏世界，这个游戏世界就是由一种名为道的电脑程序所创造。这就类似于《黑客帝国》，我们每个人都只是程序中的一段代码，我们所看到、听到的一切都是虚拟的。同时，道和电脑程序都可以永恒存在，而世界和虚拟游戏却可能毁灭。科学家们认为，当宇宙膨胀到一定程度之后，它就会迅速塌缩，最终重新回归于一个起点。而在回归的过程中，我们所在的世界也就被毁灭了。对此，《道德经》中也表示：“大曰是，是曰远，远曰反。”意思是道是无限大的，大到我们无法看清全貌。不过，当大到一定程度之后，就会反过来，也就是无限缩小。而这就是科学家口中的塌缩，重回一个起点。以电脑程序而言，我们打开游戏就会瞬间生成一个无限大的世界，而我们关闭游戏，这个世界就会完全塌缩。但不管是开启还是关闭，道和电脑程序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，受影响的只是我们的世界以及依附于这个世界的人。不过这时候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，既然这个世界有道，那么道是怎么出现的呢？一个科学发明竟然让无数实验者亲眼看到了另一个世界。1000年前《道德经》中的恐怖预言或将变成现实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如果说道等于我们的电脑程序，道创造了天地等同于电脑程序创造了虚拟游戏世界，那么电脑程序是由人创造的，道又是谁创造的呢？即便道是一片虚无的存在，这片虚无又是怎么来的呢？难道是由创世神创造的？其实在我们这个宇宙之外，还真的有可能存在另一个世界。前苏联科学家科季列夫曾经发明出一种极为神奇的镜子，这个镜子可以通过对磁场的改变扭曲时空，让人们看到平时看不到的东西，还可以看到过去未来。这个镜子被命名为科季列夫镜。只可惜在1983年，这个镜子被制造出来的那年，科季列夫离奇死亡，他也没能帮助人类找出更多答案。后来到了1990年，俄罗斯2名科学家接手了科季列夫镜，并启动了相关实验。而参与实验的志愿者，除了那些因恐惧和身体原因退出的人之外，都看到了很多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。在科季列夫镜实验中，有人看到了过去和未来，有人看到了奇怪的符号，还有人看到了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生物。对于这些奇怪的符号，有人认为是古文明中的文字，但也有人认为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程序代码。而对于那些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生物，志愿者是这样描述的：那时一些散发着光芒的人形生物，他们一直在观察着我们。这句话让人不寒而栗。有人表示，难道我们只是被圈养在地球的动物？不过在和道结合后，我们或许可以做另一个大胆的猜测，那些散发着光芒的人形生物或许就是宇宙之外的生命。他们观察我们，不就相当于我们坐在电脑旁专心致志地玩虚拟游戏吗？或许这个科季列夫镜就是一个程序里的 bug， 它让我们看到了虚拟世界之外的世界，看到了宇宙的真相。其实在道家修行术中也有一种方法可以看到宇宙的真相。庄子就曾表示，我们在静坐的时候，如果能忘记周围的一切，忘记肢体的感觉，甚至忘记自己的思维，这时候就能进入坐忘的状态。在这种状态下，人可以进入一个十分奇妙的世界，我们的灵魂甚至可以沟通神灵。庄子口中的神灵或许并非那些拥有法术的神，而是创造我们这个宇宙之外的生物，那个创造道的文明。其实坐忘在不同的地方还有不同的叫法，比如打坐、禅定、冥想等等。虽然科学家们并没有证实通过这个想法可以沟通神灵，但他们已经发现，通过打坐冥想的确可以提升人类的认知能力和创造力，激发人体更多的潜能。不过想要做到坐忘并没有那么容易，毕竟人们都是肉体凡胎，都有七情六欲，想要忘记一切实在太难。大家认为我们宇宙的真相是什么呢？欢迎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